吃你手上的食物了。其实他并没有熬鹰奶，只是我们时间太少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刻也不休息，一定能让他学会特定的指令。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狗一样，那么听话呢？嗯。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可好好表现。去。哎，看着了吗？好狗啊，好狗！孩子！哎呀，好狗！娘看看，你这人怎么动手伤人呢？我要去官府告你！哎呦，告我！哎，自己斗狗而致伤者，狗无责，我亦无责嘛。这些钱甚至够买你儿子的命了啊！哎呀，好狗！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种。我今日看到李前兆上狗咬小孩，我恨不得拿刀给他剁成肉酱。他咬了别人，我就让黑仔咬他。有了，我让黑仔现在就扮成蜘蛛妖，我吓死他！啊，不行，你别冲动啊，不准擅自行动。你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们。霓裳呢不够信任我，你呢不够稳重，还是担心好啊。怎么说怎么做，从不知差错。怎么还当着人面连捧带踩的？也不知道是谁说过我最贴心呢。就是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行了，你们三个都跟小孩似的，幼稚。你呀，要是真想吓唬他，大可在他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知道了，我也就是说说气话。反正明日李宗旭都得死。谁说他明日会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明日这么好的时机，你难道不取他性命吗？他的命要取，但李宗旭涉及御史案，他的身上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。没错，所以等明日按计划揭露他之后，就能趁他被羁押的时候，盘问出御史案的详情。羁押之后，若有人要保他呢，那他不就又……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我觉得彩莲说的对，我们何必弯弯绕绕？哟，跟谁喝酒呢？还能有谁呀？我姑母呗。她这人酒量不行，喝了就睡。怎么来我这儿？明日便是迎史夜宴，我阿兄正在武士场选拔表演秦王破阵乐的将士呢。那你这是邀我去凑热闹？错，这次不是我邀你，是我阿兄。县将军，如果有一天，在圣都安逸度日的羽林军也被征调沙场，你觉得凭他们现在这样，能活着回来吗？末将惭愧，我必整顿所有羽林军，绝不懈怠。贤儿，你别仗着县将军从前是我的旧部就欺负人家，比试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，武舍人的教训醍醐灌顶，在圣都待久了，我操练部下的确有所松懈，该万分警醒。
下一场和我练练。可以在夜宴上演绎秦王破阵乐是好事，此曲气吞山河，震慑四海，可以向天下人展示大风的鼎盛雄威，让其不敢来犯。硕丹想让你做驸马的事，已经传开了。你想好如何应对了吗？此事却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不过还好，还未尘埃落定吗？你若是没回来，现在该是多么逍遥自在。即便圣上未将我召回，我也一样要回来。这是为何？你可曾听过金元之战5年前，硕丹起兵犯境，你率军出击，以1敌100，大获全胜。全胜？不，那一仗惨烈无比，犹如噩梦一般，差一点我们就满盘皆输。你知道这是为何吗？因为缺盐。盐是极重要的军需，仗还没打完，盐却先没了。后方的补给又一直不到。人若长时间不吃盐，便会全身乏力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。我们节节败退，只能退成苦手。谁曾想，这一手就是数月之久，2年已尽，城内恶殍遍野。我已经战马杀死了分给大家，可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这样的困局，你们是如何获胜的？我一直在谋划对硕丹的奇袭，可派出去勘察敌军营帐所在的小队却迟迟未归。直到有一天，袁绍成他一个人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他那时虽只是个旅帅，但是沉着睿智，带回了硕丹军营的情报。我们筹谋后，利用火攻，最终仅以5000人杀退了敌军8万主力。我还记得当时在边境听到外邦有句古谚语：官僚挑起战争，富人提供武器，平民送去孩子。可当战争结束后，平民们却只能去寻找孩子的尸骨。男儿保卫家国，战死疆场，无怨无悔。可是因为颜良未至，客死他乡，实在不甘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替我死去的兄弟和百姓讨一个说法。当年负责颜良调运的仓司使，你应该都一一查过了吧？没错，毕竟有正仓和地场的县，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。华阴、龙门、渭南、通泉。通泉。我之前协办军饷案的时候，也听说过这个地方。那年正逢大旱，仓司使以旱情为由，一直拖延对边境颜良的调运。现如今的户部徐清，便是当年的仓司使之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徐清与李氏的关系颇深。李宗旭虽专卖圣都官盐，但手却伸得很长。原来是他。我听闻郑元找你看过病，然后就死了。你最近又给李宗旭看病去了？你今日邀我来，原来是有所图啊。放心，我不会贸然介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好，只要你不追问我的事，那么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帮你。阿爷，这是儿子请国手所绘的千秋盛世图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儿子还让人以金粉金片嵌入这楼宇之中，更显得我朝盛世气派。不愧是国手之作。哎，我想在夜宴上将此画献与硕丹使臣，这样一来也好杀杀他们武士的气焰。好，
把此话好好收起来。那阿爷这是准了？准了。这样，明日焰火升空之时，你来献礼，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万国来朝的江山盛景。好。吴舍人，吴将军被列入驸马人选一事，是不是李氏的人搞的鬼？我若有能帮得上吴将军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县将军的知恩图报之心，我很欣赏。不过当下你不必为任何事分心，好好操练羽林军便是。对了，你时常写字，我看你也练剑，手上略有薄茧。这是我学千金一方中以防风、白芷、朱脂等料所配，有润肤之效。吴舍人若是不嫌弃，一想到县将军这握剑的手，替我细细熬煮这些，就觉得有趣得很。县将军年岁也不小了，前阵子礼部侍郎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却迟迟没有答应，这大好年华，岂不可惜？若你让我娶妻，我便娶。你遵循自己的心意就好，不必问我。之前你帮我找的那个炼丹师不合我意，重新找一个吧。是。夜宴之际，兹事体大，若成了固然好，若败了，我也绝不会牵连你的。叶平安能找到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只是夜宴一了，他便失去了价值。我要你趁着夜宴之乱，杀了他。下官以为，这叶平安日后还会有别的用处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是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没别的事了，你先退下吧。你带我来这儿，还是想跟我聊夜宴之事吧？你真的觉得在夜宴之上动手是好时机吗？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是他害得我这么多年来都不敢回家，因为我的事，阿爷遭人非议，被迫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屠户。我怕被人认出来，让阿爷继续蒙羞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宁愿当个死人。平安，你说这个仇，我能不亲自报吗？彩莲，我明白你的痛苦。李宗旭的命，我们一定会要。可如果你在夜宴上动手，也会让自己置身于险境。为了这样的出手，值得吗？彩莲，你看看，这身边的一切，你现在有我们这些家人，还有黑仔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美好的事在等着你。相信我，我们一起，一定会让李宗旭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今夜之宴规格颇高，琅琊郡王府及刑部皆调派了人手来保卫安全。贺生，文宇，你二人就在这宜华街附近放火，将人引开。好。要是动静闹太大了，圣上那边怎么交代？圣上已经去了瓦安山听秋玄大师讲经去了，不必担心。这条暗巷及周边2条巷道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有李宗旭部署的暗卫。安慰的事情，交给我和靖父子吧。夜宴先有秦王破阵乐，后有舞姬献舞，最后是我和李前兆的灵鸟献化。献化前，要将御史案的正午血女图与千秋盛世图对调，让儿子亲自奉上老子的罪证，也不知道心里是何滋味。到时候我会同采莲一起揭露李宗旭的罪状。李宗旭出发去夜宴后，我会入府取证物，在灵鸟献化前送回来。既然这样，文宇，今夜你别去宜华街了，去琅琊郡王府外接应丹心吧。明白。这便是琅琊郡王府特制的金羽剑。既然他想栽赃你，那我们就以彼为道，还施彼身，给他来个人赃俱获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届时我会在场内巡视，以应不时之需。大家行动务必小心。顾文宇。那个混账东西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敢把伤疤露给你看，是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。顾文宇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了这话可不能收回去啊，也不能变来变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不能光对我一个人好，还得对黑仔好。什么都先惦记着你的黑仔，不如以后他睡他，我睡地上。说什么呢你？不喜欢？不是。我从小跟着阿耶一起放牧、学驯兽，习惯了跟动物相处。它们自由来去，聚散有时。我从未想过跟一个男人长相守。突然之间，有点恍惚了。你可以把我当一只小动物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彩莲，等恶人落马，我就陪你回通泉县，将伯父接来圣都。这样你以后也不用想家了。一言为定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去准备了。顾文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得过来一下。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顾文宇，看来我们采莲要和心上人终成眷属了。我也听平安说了，顾文宇这家伙不错，性子又好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恭喜，谢了。啊，新俊，你怎么从赌坊过来了？高，这账目啊，我有一些没弄明白，赵玉他又不在，就过来问你。账目的事不着急。今天啊，
别忙了，去喝顿好酒。嚯，这什么喜事啊？也算不上喜事，我们要做件惩恶的大事，去揭下一个伪善之人的面具。哎，我以为，虽然我是个清教头出身，但我什么都会的。你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？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我可以干呢。这样吧，今晚有个点火的活，倒是一起去。行。少成啊，你一直想走上高位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你打算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。我只是不希望芒沟人再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了。1个月前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孩子捡了书，他爱看就让他看吧，你烧他干啥呀？这些书最大的用处，不就是拿来烧火吗？他看这些会把心气儿看高了。他还小，不懂得他将来既不能科考，也不能为商，只有给人做奴仆的份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锻炼念想。你别烧我！你放开！古树，我听说有种草，生命力极强，它在哪儿都能生存，因为它能屈，也能直，而屈，往往有时候比直更难。我愿意做那屈身而行者，只希望有一天，备受欺压的芒沟人都能够停止脊梁做人。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。送礼送序，一份大礼。等会儿你去那边，记着，放完以后马上跑。行，去吧。哎，你今天来早了吧？今儿不是与民同乐吗？我也想着早点收了，带孩子凑凑热闹去。你可别把人给熏着了。去，跟我从后面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
久闻破阵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琅琊郡王今日设宴，是为接大风与硕丹两族之好，以5月迎客，是不欢迎我等吗？贵使此言差矣啊！大风与硕丹联姻本是强强之交，以此午宴客，扬我大风之威，方见重视与诚心呐。扬大风之威，好让我硕丹。这破阵乐气势磅礴，我很喜欢，不必多说了。叶心使此刻的心思，当不在欣赏这破阵乐上。袁少卿，不也一样吗？兄长，从入座开始，这武良臣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位公主。只可惜，公主眼里只有兄长你一人。那又如何？能得硕丹公主的青睐，兄长难道不动心吗？边关未定，何以为家？若有朝一日，我真的要踏入那硕丹的王庭，也该是以大风将军的身份才是。这是最后一件茅厕。哎呀，行了，就那儿，你自己去吧啊。谢谢啊。好。哎呀，此舞能得嘉月公主赏识，实属荣幸啊！啊，只是这将士之舞少了一位真正的将军，终究还是缺了些士气啊。哎，方才我看武将军对这破阵乐也颇为欣赏，早知如此，应该让武将军领阵，那气势定然更为恢宏。阿爷。武将军乃是左卫卫大将军，怎可献舞于人呢？哎，李兄此言差矣。今日这宴上主宾乃是嘉月公主，武将军又是驸马人选，登台一展身手，方为对嘉月公主的重视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威名远扬，在硕丹亦是人尽皆知。倒是李郎君。无实职亦无功绩，今日登台的机会，该给你才是。琅琊郡王真是大公无私啊！你怎知我没有准备？武舍人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圣上特允我今日设宴，除却为使团接风洗尘之外，也是为了在座诸位大封才俊，能得一在嘉月公主面前露脸的机会。方才。我见嘉月公主对武将军颇有好感，哎，不如就从武将军开始如何呀？琅琊郡王言重了，今日在座的各位多有文武双全之才，我无意争锋。听这话，武将军好像未曾准备，那岂不是辜负了圣上的美意吗？
看来这李宗熙故意使坏，让武安康下不来台呀。放心吧，武家不会没有准备的。那是李宗熙的暗卫，从后面让过去。明白。我兄长常年征战在外，这才刚回京，无暇顾及这些繁文缛节。不过今日，我倒是自作主张备了一份礼，要献给嘉悦公主。好美的玉雕啊！久闻嘉悦公主是朔丹最明亮的星星，而我兄长也常被人称为太阳，星和日皆为闪耀之象，因此这玉雕以夜明珠为星，以金丝玉为日，还望公主喜欢。武舍人真是出手不凡呐，但是好像这星日二者并不同辉。嘉悦公主为星，那唯有月可相伴相守。武舍人这里送的怕是不太合时宜吧？今日场上的驸马人选可不止我一个。琅琊郡王如此的照拂我与我武家，怕才真是有违圣上的本意吧？武将军言之有理。方才有位郎君说他也准备了贺礼，不如也请上来，让我们一观吧。公主，除却这破阵乐，本王还准备了其他舞蹈，要不然咱们先观舞，等会儿再献礼啊！来，奏乐。这支舞蹈结束之后，李前兆便要开始献礼。我们时间紧迫，我去外围接应一下文宇，然后再将花拿去偏殿交给采莲。站住！他怎么提前来了？血女图还没到。
哎，你现在立刻就去准备，宴舞结束之后我就要。在这儿。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哨子不知道放哪儿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今天没出过门，肯定在这里，绝对不会耽误你献礼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舞蹈结束之后，你那小畜生要是没带着我的花一起飞进来，我就把你跟他全都扔进山里。威狼。你一个青角头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内院来？之前的青角头病了，小的替他的班儿，头一回来贵府，想找个打水的地方，这才一时迷了路。鬼鬼祟祟，我看你倒像个贼。哎，您这可冤枉小的了，小的。啊，爷小的干活的，别脏了您的手。倒是个干粗活的。去吧，打水的地方往那边走。哦，谢谢爷，谢谢爷。撤！撤！撤！袁绍成，你不好好在夜宴场上巡视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李郎君怎么知道我不是跟着你出来的？你骤然离席，行事鬼祟，莫非是要行什么不轨之事？你少在这儿给我扣帽子！今夜之宴乃是我阿爷一手操办的，我自然是随心所欲。倒是你，阴沟里的老鼠也配揣测我的行事，好搞不当道，让开！我不过是随口聊了一句，你就如此激动，根本不配我再浪费口舌。哎，你臭老鼠，以后再跟你算账。小姐。有些小事，本王去处理一下。公主跟使臣继续观舞，我去便回。琅琊郡王，快去吧。哎。此舞蹈与破阵乐相比，可谓是一刚一柔，各有风采。不过，我心中还是惦念李兄方才所说的贺礼究竟是何等精妙之物，不知嘉悦公主可否让我等见识见识，一饱眼福啊！是啊，公主，今日盛宴，可见琅琊郡王出手不凡，想来李郎君所献之物，定也十分珍惜。那便看看吧。自圣上
统御海内以来，励精图治，才有了这四海臣服、各部使者来朝之盛况。今日大封与硕丹和平相处，亦是众望所归。